我们在北疆旅游的最后一天，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。干尸的展览厅人是最多的，这就是他们的墓碑。3个小时了，得在机场待着。我们的飞机终于快要来了。这就是新疆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需要提前1天预约，所以想来的人一定要提前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先约好，不然你就进不去。下面就来跟着我们的脚步，看看这博物馆都收藏了哪些宝贝吧。一进门先租个导览器，微信或支付宝，点租，微信扫码，确认押金金额支付，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自己的导览器了。外观看起来和 Switch 游戏机差不多。我们打算直接去2楼看，因为据说这边比较有名的馆藏在2楼。在这展厅，我们将会看到古代新疆地区的服饰。据说这个厅有接近200件文物和几百幅复原图，上至3800年前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，到先秦、汉晋、隋唐5代服饰，再发展为红带细宝冠、金锦的宋元服饰，最后演变为具有民族风格的明清服饰。都对尸体感兴趣，干尸的展览厅人是最多的。在名为“视而不朽惊天下”的干尸展里，不仅有罗布泊的楼兰居民，还有埋葬千口棺材的小河墓地的先人们。总共7个单元，还有众多的精彩文物。在荒漠里边，如果看到了这样的一堆柱子，大概就是他们的墓碑。住在这里的南师是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出土，2800年前他入土时大概50岁。这位是高昌王朝的左卫大将军张雄，祖籍河南南阳。他们是在做毛线，看着孩子玩个毛都能乐成这样。据说博物馆里边有几个镇馆之宝，找到几个是几个吧。这彩绘天王踏鬼木俑是源自唐代，86厘米高的天王木俑由30多块零件组成，原型应是北方毗沙门天王。脚踩的小鬼是一整块木料雕成，可能名为耐重。国家1级文物5星出东方利中国，来自汉末的护臂，与中国国旗的象征非常契合。此外还有复原的石窟可以体验，磨点面粉擀成饼，切个面片，再捣个年糕。新疆人对吃一点也不含糊啊，好怀念流落海外的那些个兽首。可以使用专用的盖章卡片去盖个章。展馆还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拼图游戏、彩陶华容道，还有太多文物，只是我们没时间看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出了博物馆，过了个马路，乌鲁木齐的美美购物中心，算是这儿比较高档的购物中心。看起来和北京的差不太多了。别跟北京的比啊，北京的真的是挺烂的，哪个城市的商场都比北京的强。果然在这种地方完全找不到新疆特色的东西，当然我们就是想随便吃点，因为没时间了快一点，然后1个小时之内能吃完就好。还有点零碎，这个是炒酸奶，看起来挺好吃的，一块一块的。还有这个脆骨烧、鸡肉、牛肉、墨鱼吧。后面还买了2个咖啡，印尼海盐的，还有这种放在袋里的搁袋子里。然后这个是老挝传统的。还有2面包，然后天气太热了，实在不想吃咸的东西。觉得咖啡、冰激凌加蛋糕挺好。感觉大商场里的总体物价好像比北京稍微便宜一点。冰激凌是25，然后这个6个丸子是15。我觉得便宜应该不是一点儿。北京要这么一份冰激凌35，基本上。面包的价格跟BOSS C 差不多，那不算便宜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乌鲁木齐了，新疆的旅行即将画上句号。先喝杯咖啡压压惊。没多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机场，在新疆待了11天，感觉多少有点不舍。我们过了安检，我们的飞机晚点了，本来是8点起飞，现在说是好像是由于北京那边的天气吧，然后改成8点半起飞预计，所以我们现在有3个小时的时间得在机场待着，于是我们就在机场准备闲晃一下，看看机场，看
说，接着说。看看这边机场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我们2分钟前再次接到了通知，我们的飞机又往后延了，改成10点10分。对，从8点改成10点10分。8点半改成10点10分，然后可以在机场睡一觉。啊。然后这里一边是座位和登机口，一边是各种商店，就是纪念品店或者和田玉什么的。在众多的候机座椅里边，我们发现了远处的看起来很舒服，一会儿做一个试试。这是那种付费按摩的那种椅子，后背有点硌得慌。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买了9.9块的按摩椅，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来，受害者说句话。能听到里边有东西震动的声音，但是完全没得感觉。哎，硬件的服务啊。乌鲁木齐的这个机场名字叫蒂窝库国际机场，好像是国际机场。据说是要纪念兵团们来新疆开垦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里住的地窝子，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个洞，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层草，就是他们的最简易的房子，是为了纪念这个地窝子而命名的这个蒂窝库机场。乌鲁木齐给我的感觉就是发展太快了，超出我的想象，而且新疆和北京的气候是很接近的。虽然说这里干，但是北京一样干，南疆应该会更干一些。我甚至觉得以后在这里居住个1-2个月，应该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因为我们的航班延迟了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登机牌领一顿饭。土豆丝炒芹菜炒牛肉，中间是西兰花，然后这边是3丁吗？应该是鸡胸，青椒炒鸡胸吧，是宫保鸡丁。我们的飞机终于快要来了，都已经快10点了，可热了，一点凉风都没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security officer speaking. 马上就要飞了，应该走 WiFi 吧？马上要飞，应该有付费 WiFi。还有少量付费。放飞自我吧。我好像下午咖啡喝多了，我这会儿有点困，有点嗨。哦，我也是。这人乌鲁木齐的咖啡真够劲儿大。今天乌鲁木齐的气温是30度，现在飞机里的体感温度可能得有32度，一直在出汗。乌鲁木齐今天的气温是34度。34啊！Oh my god！ 本来我想跟乘务员要个毯子的，看来用不着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看着逐渐暗淡的天色，本来还想在飞机上拍天山呢。完了，今天你肯定拍不着。我们的飞机已经获准推出滑行，很快就会起飞了，预计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20分。第2顿晚餐，土豆肉末鸡蛋面以及土豆鸡块饭，才过了2小时还饱着呢。可能因为是南航，所以有椰子水。我坐了40多航空公司，就在南航这儿看到了椰子水，就开心。天山肯定看不到了，临别再看一眼乌鲁木齐，又看了1个小时的明月。不夜城的北京，我们终于回来了，比我以前想象的亮堂得多呢。眼前的大概是顺义机场。这有人鼓掌。这也鼓掌。我们的新疆之旅结束了，我们回到了北京。现在是凌晨2点多，我看一下，2点40。这10多天的旅程转瞬即逝，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他把衣服脱了放我包里，给我增加了负重。我们吃得下去，我们被抛下了。来伊宁市一定要来这家尝尝。每一杯卡斯，每一块羊肉串，在口中仍然仿佛留有余味儿。每一块石雕，每一栋建筑，手上似乎都还留着它们的温度。新疆是不可能不再来一趟的，只是还没有规划好行程。而已经确定的是大漠西边的神秘国度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旅程。